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6.68，收盘价是246.72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7，最低价是在234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并且站上了前高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478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32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快线又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，并且这个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，这个MACD 的慢线是即将要上穿零轴，那如果双线在零轴之上呢，也就预示着股价将会正式进入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两个指标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 K 线信息，在11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实体长绿 K 线，含有下影线。那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向上突破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有几个突破。第一，它是突破了前高，也就站上了这个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说，预示着股价将会反转向上。然后呢，它还站上了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，也就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。那第三个突破呢，是它突破了前高，也就是11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再次出现头高，下方有底高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它将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对，或者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再次被确认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这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我们会看到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0月10日。这根绿 K 的最高是269附近，也就是这一波突破之后呢，也就站上了自10月10日以来下跌的中线。那么股价呢继续向上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2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，也就是收盘价在237。实际在11月28日收盘价是在246.72，是出现了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。那并且呢，它的收盘价站上了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是247。那继续出现头高，也就是说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。所以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也是股价会继续向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先把247这条水平线删除，因为它已经被突破。好，那对于
11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57。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。那257啊，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那股价上行的在这一波真正上行的目标要突破269。对，那269之后，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79。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69呢，那将会瓦解自7月19日以来这一波下跌的空头趋势。一旦站上269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9。那一旦站上279，接下来目标当然是300关口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目前上方有一条趋势线，股价曾经连续3次到达这个趋势线而出现折返向下。那这条趋势线呢，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高点建立的一条下行趋势线，它也是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那例如对于11月29日来说，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是在263，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股价很有可能再次触碰到这条趋势线，而继续出现折返向下。但是如果股价能够站上它，例如我们会看到股价站上257之后，再能够突破它，也就是能够站上269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去测试300关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我们再来重复一下，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57、269和279。好，目前是这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，依然是前低是11月17号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27附近。但是在到达它之前，20日均线值将成为一个强支撑。20日均线值在11月29日是在229附近。好，那再向下，第2个目标依然是206，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179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走势的分析。我们再来看11月29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在242。我们调整水平线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我们给的观察位的这个位置是在237附近，也就是股价在11月28日盘中，如果能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是会收高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把这水平线调整到242。那股价一旦在11月29日盘中，出现回档，如果能继续在442上方，我们认为股价依然会出现上涨，会容易收高，或至少会出现横盘的现象。但是如果股价在242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实际上，这个242，这条关注的点位呢，不仅是在11月29日盘中是一个关注的位置，其实对之后的交易日，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。这个位置呢，它是这根突破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，也就是对之后的交易日也同样是这样。股价如果出现回档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会继续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位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36。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我们是在11月13日收盘价
224附近是5%建仓，在11月14日收盘价是237附近10%加仓，然后在11月21日收盘价是在241附近又10%加仓，一共25%。我们守的止损位最低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是守231，然后在接下来交易日我们守的一直是233。那股价这个仓位是没有被止损出场的，当然会有上方会有获利出场的。那么到了11月28日，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目前收盘价站上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有3个突破，又建立了或者又确认了多头趋势，并且成交量增。那在11月28日收盘价246.72附近是可以继续加仓的。目前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，盘后的点位是在248附近。那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是可以继续10%加仓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多头仓位达到了35%，它的成本是在目前是到达了240。好，那这样一个多头仓位，我们的获利目标是在257附近，是从247到257，这都是我们这个多头仓位的获利目标。当然也可以不获利出场，等待股价继续上行，然后继续加仓做多。好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继续给出一个止损位。那我们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34附近。好，因为目前的盈利的空间并不大，所以呢，股价一旦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234。好，这是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然后，如果之前没有进场或者已经获利出场，那么在11月28日这根 K 线是可以5%建仓的。那么在这个位置5%建仓，成本是247附近，然后止损我们要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是守234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当然这5%的仓位获利目标也是从247到257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是很有可能会跳空的高开盘的，因为前一根 K 线的最高和收盘价是相接近的，所以一旦出现高开盘呢，它一定会是跳空的高开。一旦出现跳空的高开呢，我们认为空头会在到达257之前，一直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234和20日均线值是在229附近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57到上方的263，也就是它要守这根下行的趋势线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不是，那是支撑。首先到来压力位是上方的第一个目标257。然后第二个目标，也就是第二个压力位是263，是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，这是强压力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69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
5日均线值是从239到242，10日均线值是从238到239，我们把它合并是从238一直到242，这个区域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这根 K 线的最低234，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29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会给出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会给出2个点位，也就第一个可能我们会预测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7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8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6附近。那如果是这样一个走势呢，我们认为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留下一个缺口，然后这个上涨的判断的它的条件呢，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然后这样的上涨，我们还会给出一个点位，开盘不变，依然是跳空的高开。然后呢，如果股价最低回踩到244，然后呢，上方最高不能到达258，而是到达253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它的收盘会收在249附近。那它的条件也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4的。那这2个位置呢，我们会在视讯下方的说明当中会把它写清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上涨，我们给出2个点位是分别是在249和256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不低于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不低于247或者是244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，或者叫出现一个回档。那这个回档呢，它一定会出现新高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0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4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2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，收在242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